在《如懿传》里有一些预言加在，而这些预言也是导演对后面剧情的铺垫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《如懿传》中的那些预言家，个个都准到离谱。这第一个预言家就是我们的上一届宫斗冠军嬛嬛了。就在扎龙不听甄嬛的劝告，求得自己的皇阿玛成全了自己，使如懿变成了自己的侧福晋时，嬛嬛知道后虽然不满，但是事已至此，也不能改变了。但甄嬛却预言到了如懿和扎龙以后的婚姻生活。只是清音格格性子倔强，日后你俩相处不协，你自寻烦恼。甄嬛在这时就已经把扎龙和如懿的性格星星看得透透的。也正如甄嬛所说的，如懿就是因为太过倔强，所以每次都在大庭广众之下逼得扎龙下不来台。而扎龙也因为如懿不顺服自己，对如懿感到越来越不耐烦。朕不是说不喝吗？皇上喝了这么多酒，应该喝点醒酒汤，缓和缓和。朕说不喝就不喝。还有在后面的剧情里，如懿和扎龙也吵起来过，扎龙更是直接说要如懿顺服。臣妾是皇后，可是在皇上心里，皇后只不过是后宫的一个官衔，跟前朝的文臣武将有什么区别？你明白这个道理，那朕再教你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只有2个字，那就是顺服。所以这样看来，甄嬛说的一点也没错，因为如懿做不到和魏延婉一样，不管是非对错都顺着扎龙的做派，而惹得扎龙对她越来越不满。所以正如甄嬛所说的，如懿和扎龙的婚姻不幸福，对扎龙来说更是在自寻烦恼。而对如懿做出预言的还有死去的富察皇后。富察皇后在临死前劝扎龙不要让如懿当继后，但扎龙面对富察皇后的劝告一点也听不进去。之后富察皇后还预言了继后的下场，可若来日无论谁为继后，只怕下场不会好过臣妾今日。正如富察皇后所说的，如懿当上皇后后，不断的遭到了魏延婉的陷害，也导致如懿和扎龙渐行渐远。最后如懿更是用断发来表示要和扎龙和离，而扎龙也因此把如懿幽禁在宫中。之后不久，如懿就走了，并且扎龙是这样处理如懿的身后事的：皇后生前行迹风靡，其丧仪不便赴皇后遗旨办理，只可召皇贵妃例行，着抹去其在宫中一切史书记载、画像遗迹，并昭告天下，乌拉那拉氏薨。这如懿的下场也确实没有好到哪儿去，所以富察皇后的这话也没毛病。作为如懿在后宫中最好的姐妹，海兰也有过预言：姐姐，你所爱的男人或许有一天会为了其他的女人而厌弃你。而之后韩香见的出现就印证了海兰的话。韩香见一出场就把扎龙迷得神魂颠倒。之后扎龙为了征服韩香见，还为他盖了一座宝月楼。扎龙还穿着韩部的服饰讨韩香见欢心。而甄嬛见扎龙这么喜欢韩香见，很是担心，怕韩香见怀孕后扎龙会想要立他的孩子为太子。于是甄嬛便逼迫如懿去给韩香见送绝育汤药。你当日替皇帝去说服韩氏留下性命，是皇帝拿着你皇后应尽的职责，迫着你去。哀家今日迫你，也是一样，只因你是6宫之主，安定后宫是你的职责。如懿面对甄嬛的要求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把这绝育汤药送去给韩香见。而韩香见原本就不想怀孕，于是就把这汤药给她喝了下去。扎龙知道后便直接打了如懿一巴掌。谁做的？谁做的？回皇上，是臣妾所为。
这时的扎扎龙因为韩湘剑的出现，本就不在乎如意了，而现在更是因为韩湘剑讨厌如意。从海兰的那句话，我们也能知道，海兰比如意更早的看清了扎龙，而如意对扎龙终究是错付了的。甄嬛不仅对如意和扎龙有预言，还预言过淑妃。早知道你如此情痴心软，哀家就不该成全你，迟早要吃大亏。淑妃就是因为远远地看了扎龙一眼，便爱上了他，所以淑妃对扎龙一直都是真心相待的。但扎龙却因为淑妃是甄嬛的人而一直防着他。之后，淑妃还从魏延婉那儿得知了自己之前喝的坐胎药其实是避孕药后，就去质问扎扎龙：为什么臣妾久久服着坐胎药都未能有孕，偏偏这一停了药，臣妾便怀上了10阿哥？淑妃，有些事情不该追根究底，一味的寻死，只会徒增痛苦罢了。淑妃这才明白扎龙一直都防着自己，最后淑妃才发现自己的梦破碎了。臣妾总以为只要自己一心待皇上，皇上待我也总能有几分真心。原来年少起梦都是镜花水月。淑妃对扎龙太过痴情，所以就在她知道真相后，便对扎龙彻底的心死。而淑妃因为自己的孩子死后，所以也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。因此，就在淑妃从扎龙这儿出来后，回到自己的宫中放火自焚了。淑妃正如甄嬛所说的，因为痴情吃了大亏，最后连自己的命都赔了进去。而远嫁的公主景色也曾预言过如意的结局。就在如意要被封为继后前，扎龙特意让景色回来参加如意的封后大典。景色在富察皇后的遗像前这样表示：女儿就忍着，等乌拉那拉氏伤心绝望的那一天。而如意之后接连失去了自己的孩子5公主和13阿哥，这对于如意来说也是一记沉重的打击。而最后让如意感到失望难过的是扎扎龙。扎扎龙不仅因为韩湘剑而掌掴如意，还怀疑如意和凌云彻之间的清白。扎扎龙所做的这些无不让如意对扎扎龙感到绝望。最后因为扎龙和青楼女子厮混在一起，如意对扎龙的这种行为实在是无法忍受，于是如意便用断发来和扎龙断绝了夫妻关系。如意的这一行为无不透露着对扎龙的死心绝望，所以景色的这一波预言也是中了的。而凌云彻的兄弟赵九霄，因为凌云彻为曾经背叛过自己的魏延婉在后宫的处境而感到担心，为此赵九霄提醒凌云彻：不过你自己得小心啊，别老吃亏在女人手里。而最后凌云彻也确实吃亏在女人的手里，因为之后魏延婉为了扳倒如意，便联合玉妃和茂倩指证如意和凌云彻有私情。虽然最后证明了如意的清白，但扎龙还是对此耿耿于怀。之后扎龙便把凌云彻变为了太监，而凌云彻最后为了证明如意的清白，甘愿赴死。奴才要是自裁了，就坐实了畏罪自杀的罪名，那样皇后娘娘的冤屈也洗脱不了了。就这样，海兰以如意的名义赐死了凌云彻。而我觉得凌云彻吃亏就吃亏在魏延婉手里，但魏延婉也是女的呀，所以赵九霄的话也是没毛病的。以上就是《如懿传》中的预言家们，不仅有甄嬛、富察皇后、海兰，还有景色和赵九霄。不得不说，他们的预言都很准呐。